大家好，我是老于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在加拿大，银行股和整个金融板块一直是股息投资者的最爱。核心原因很简单，现金流稳，股息可预期。那如果在这个稳定分红的底盘上再叠加 cover call 策略，把现金流再往上挤一挤，那这种金融板块加 cover call 策略的超强现金流组合，要不要了解一下呢？那今天我来分享一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加拿大金融类高分红 ETF，它就是来自 Evolve 的 Bank。先给你一个市场坐标，在加拿大 S&P TSX 综合指数里，金融板块长期占比大约1/3，可以说金融一直是加拿大的重要板块。金融加上能源这两大板块，经常合计接近半个加拿大，所以投资 Bank 这种100%加拿大金融板块的产品，可以形象的理解为你把仓位压在半个加拿大的底盘上。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Bank 这支 ETF，它的全称是 Evolve Canadian Banks and Lifeco Enhanced Yield Index Fund。它主要做了三件事：第一，根据加拿大金融板块的指数，把六大行和头部保险公司装进一个等圈的篮子；第二，在投资组合层面，最多对33%的仓位卖虚值看涨期权，收取权利金；第三，维持适度的1.25倍轻杠杆，增加分红水平与收益。那 Bank 的12个月平均年化分红率大约在15%，是每个月进行分红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 Bank 的表现。那根据 Evolve 的官网，从2025年年初至今，加上分红，Bank 的收益是达到了22.66%。那近一年的总收益是达到了31.03%。那自成立以来，它的总收益是达到了24.29%。近12个月以来，它的年化分红率达到了14.7%。最近一次的月配金额是0.11每亿股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Bank 最近一年的表现相当不错，这与2025年加拿大金融板块的优秀表现离不开关系。那有人看到这里就会问，Bank 的15%的年化分红率到底是怎么来的呢？那我们接下来就拆解一下 Bank 的分红到底是怎么产生的。如果我们对比市面上其他的一些资产净值保持比较好的一些 cover call ETF，比如 HDIV、USCL，它们的分红率都大约在11%到12%，但 Bank 的分红率却能达到将近15%，这就不得不说 Bank 的结构和 cover call 策略。Bank 这支 ETF 整体结构的优秀，也正是我对它喜爱的最大理由。那到底 Bank 的结构优秀在哪里呢？首先看它的持仓，它的持仓是追踪加拿大金融板块指数 Selective Canadian Core Financial Equal Weight Index。追踪指数有什么好处呢？这意味着持仓的企业将会跟随指数动态调整，有着优胜劣汰的机制。而指数里包括了加拿大的头部银行和保险公司，而这些企业本身就有着3%到4%的年化股息，而这增加了 Bank 的分红水平。换句话说，就是15%的分红里有大约4%是股息收入。第二就是 Cover Call 策略的优秀，看涨期权 Cover Call 的覆盖率比较少，最多只占整体投资组合的33%，卖虚值看涨期权。Cover Call 策略就是将上涨的可能性换成确定的分红，覆盖率少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多的上涨空间，最多33%的覆盖率可以简单理解为保留66%的上涨空间。这样 Bank 在处于牛市的时候，除了分红以外，能获取不错的上涨空间。同时 Evolve 的 Cover Call 策略是分别对持仓的每只个股，根据它的波动性单独写 Cover Call。这虽然多费功夫，但却是最有效率的策略。这也是为什么虽然 Bank 的 Cover Call 策略对整体投资组合的覆盖率虽然只有33%，但依然能产生大量分红的原因。最后一点， Bank 带有1.25倍的轻杠杆，因为 Cover Call 策略虽然降低了波动，但也导致了基金本身的长期回报会落后于底层资产，而1.25倍的杠杆能够把降低了的波动放大，负负得正，让 Bank 能够取得与底层资产相近的表现，同时实现了年化15%的现金流。那这样的结构到底怎么样呢？我们来做一组简单的对比。由于除了 Bank 以外，我并没有找到追踪相同指数的 ETF， 那我就拿 BMO 的 ZEB 这支 ETF 跟 Bank 进行对比。那 ZEB 呢是等权投资加拿大六大行的 ETF， 虽然缺少了4家保险公司的持仓，
但底层持仓也是有一大半与 Bank 相同，都是属于加拿大金融板块的一只 ETF。不同的是，这只 ETF 并没有 Cover Call 策略限制上涨，也没有杠杆，是一只传统的股息 ETF。我们来对比一下 ZEB 和 Bank 3年的一个表现。我们可以看到 ZEB 在股价上面是大幅领先于 Bank 的，在近3年 ZEB 在股价上面上涨了53.48%，而 Bank 是上涨了20.37%。这是因为 ZEB 它并没有 Cover Call 策略限制上涨潜力，所以它在股价上面的上涨幅度要大幅领先于 Bank。当然，这只是 ETF 价格上面的一个比较，并没有算上分红水平。当我们把比较方式换成 total return， 也就是算上分红水平的总回报，我们可以看见 Bank 在3年之内的总回报是达到了79.96%，而 ZEB 是达到了73.15%。我们可以看到 Bank 的总回报是领先于 ZEB 的。我们可以看见，虽然 Bank 的 Cover Call 策略限制了 ETF 价格的上涨，但上涨的潜力转换成了高额的分红。在 1.25 倍杠杆的加持下，在投资的总回报上并不比传统的股息 ETF 差，同时实现了年化15%的月现金流。加拿大的金融板块一直是上涨潜力比较好的板块。Bank 最终加拿大金融板块指数有着优胜劣汰的机制，通过合理的 Cover Call 策略，能有效的降低资产净值的损耗，加上 1.25 倍的杠杆，在表现上面并不是投资加拿大金融板块的传统股息 ETF。如果硬要说缺点，那就是相对高的管理费，达到了 0.6%， 加上 1.25 倍的杠杆借贷费用，还有交易费用，总的运行费用在2024年轻松超过 2%。但总体来说，个人觉得 Bank 是不错的现金流产品。我个人也有投资这支 ETF， 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呢？欢迎留下你的想法。谢谢你看到最后，视频制作不易，还请多多点赞、评论、加订阅，谢谢大家。